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正在我們眼前真實上演的危機。但你知道嗎？這整個故事的劇本其實早在30年前就已經被寫好了。沒錯，這就是台灣的高等教育風暴，一個完全可以預測卻又被完美錯過的悲劇。OK， 在我們深入分析之前，我先來問大家一個問題：你想想看哦，到了西元2042年，也就是差不多18年之後，你覺得台灣的大學1年級新生還會剩下多少人？給你3秒鐘的時間，在心裡猜一個數字。答案是不到10萬人。你可能會覺得，阿修，你怎麼算出來的？是不是用了什麼很複雜的經濟模型或社會學預測？其實完全不用，這根本不是預測，這只是簡單的數學。因為18年後的大學新生，不就是去年剛出生的那些小寶寶嗎？去年台灣的新生兒總數只有13萬多一點。就算我們抓一個比較高的比例，假設75%的人都會上大學，那也就是10萬人左右。你看，這是一個我們早就知道答案的未來。但我們整個社會似乎從來沒有真正準備好要去面對它，所以今天我們會依序從這5個關鍵點切入，一步一步的拆解台灣到底是怎麼走到今天這個十字路口的。好，我們進入第一個關鍵點：高等教育的學生人數，它到底是一個謎？其實一點都不神秘。你要知道17年後會有多少大一新生，答案非常簡單。你就看今年有多少嬰兒出生就好了，這是一個非常清楚、幾乎不可能改變的數字上限。事情就這麼簡單。你看這個邏輯是不是簡單到可能國小5年級的學生都能理解？但最弔詭的地方就在這裡，過去這30年來，我們整個教育政策的走向好像完全忽略了這個鐵一般的事實。我們就像是一艘船，明明航海圖上面早就清清楚楚地標示了一座巨大的冰山，但我們卻好像閉着眼睛，還踩滿油門全速前進。船上的人甚至還在為眼前的浪花歡呼。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這一切到底是從哪裡開始出錯的？好，現在就讓我們把時間的指針一口氣往回撥30年，回到1994年，去看看那場深深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的教育改革運動。如果你在聽這部分的時間軸，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這個故事的起點要從1976年，也就是龍年開始說起。那一年是台灣有史以來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高達42.5萬人。好，這批龐大的龍子龍女們長大了，18年後剛好就是1994年，於是就造成了史上最激烈、最慘烈的大學願望考。他們的父母，也就是戰後嬰兒潮世代，看到自己的孩子競爭得這麼辛苦，實在看不下去了，所以就走上街頭，發起了410教改運動。他們的核心訴求非常簡單，就是廣設高中大學。政府也順應了這股強大的民意，結果就是在接下來的10幾年裡，台灣的大學數量暴增到超過150所。那這一切的最終結局是什麼？就是到了2014年，台灣出現的第一所因為招不到學生而倒閉的大學，也正是拉開了整個高等教育崩壞的序幕。你知道這整個故事裡面最諷刺的一點是什麼嗎？當時這場運動的主要口號喊得震天響，叫做為下一代而走。那份父母愛護子女的心情絕對是真實的，沒有人會懷疑。但正是這個出於善意的決定，因為一個致命的思考盲點，反而親手斬斷了下一代的未來，把他們推向了一個更深的困境。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深入分析這個思考上的盲點哦。台灣大學社會系的陳太學教授把它稱之為時空錯置。我認為這個詞精準地抓到了整個問題的核心。什麼叫做時空錯置？講白了，意思就是一個決策者，他完全被眼前的當下的情緒跟壓力給淹沒了，結果就忽略了那些已經清晰可見的未來數據。你想想看，1994年的那些教改人士，他們感受到的是什麼？是1976年那批42.5萬名龍子龍女所帶來的排山倒海的升學壓力。所以他們的直覺反應就是：天哪，壓力好大，我們需要蓋更多的大學。但是他們只要稍微
稍微停下來看一眼數據，就會發現，就在他們上街遊行的前一年，也就是1993年，台灣的出生人口早就已經從42.5萬人掉到了32.5萬人，短短17年，新生兒就少了整整10萬人。這是一個什麼概念？這代表你現在蓋好了新大學，根本不是給1976年那批學生念的，而是要給後面這些數量越來越少的孩子們念的。這個趨勢明顯到就像坊間裡有一頭大象，但當時整個社會的集體焦慮卻選擇了視而不見。這就讓我想起經濟學家海耶克講過的一句名言：通往地獄的路往往是由善意鋪成的。410教改的初衷絕對是善意的，沒有人會去懷疑父母對孩子的愛。但是，當善意結合了時空錯置這種思考上的盲點，最終的結果就是一場災難。好了，我們從教育問題的層次拉出來，把視角再放大，看到整個國家層級的人口危機。我必須說，台灣人口問題最可怕的地方，其實不是下降這件事本身，而是那個下降的速度。我們先釐清一個觀念哦，全世界所有已開發國家在工業化之後，生育率都會下降，這是一個非常正常的趨勢。但差別在哪裡？別的國家比較像是在開車走一個平緩的下坡路段，你還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去調整政策、去適應。但台灣不是，台灣是走完一段下坡之後，突然變成自由落體，我們是直接開下懸崖。這種驚人的速度，讓所有政策都來不及反應。我們直接來看數據啊，你的感受會更強烈。這個數字叫做總生育率，意思就是一個女性在她一生當中平均會生幾個小孩。在1950年代，台灣平均一個婦女會生到7個孩子，這在當時是世界頂尖的水準。而現在呢，這個數字已經掉到 1.0 以下，變成世界倒數。你跟其他國家比一下，你看日本從 3.0 降到 1.3，美國從 3.5 降到 1.6， 他們的降幅都很大，但台灣是從最高的山峰直接墜入最深的山谷，這個落差是全球獨一無二的。好，這就帶到我們最後也是最深層的一個問題，除了大家最常掛在嘴邊的經濟壓力之外啊，到底還有什麼原因讓我們整個社會都不想生孩子了？我認為這背後其實是一場非常深刻的價值觀革命。比如說，消費主義的盛行，讓我們更重視個人的體驗跟享受。整個社會對未來普遍抱持着悲觀，讓我們不敢輕易去承擔養育下一代的龐大責任。婚姻也從過去的必需品變成了現代的選擇品。更致命的是，政府其實錯過了一個關鍵的政策黃金救援期。大概在2000年初，當生育率還在 1.3 以上掙扎的時候，那時候整個社會的生育觀念還沒有完全定型。如果當時能夠推出強而有力的家庭支持政策，或許還有機會挽回。但我們錯過了。等到生育率已經跌破1，整個社會都習慣了不生的氛圍之後，你再多的補助都像是往一個已經乾涸的湖泊裡倒水一樣，效果非常有限。最後，我想再談一個可能比較少人提到的點，就是我們的教養氛圍。過去這30年，我們很努力地想為孩子打造一個所謂快樂學習的環境，這個心意當然是好的，但我們可能有點誤解了快樂的真正定義。在教育裡面，那種真正深刻的快樂，其實不是來自於沒有作業、沒有壓力，而是來自於你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挑戰、解決問題之後，那種發自內心的成就感。當我們過度的幫孩子去責任化，幫他們移除掉所有壓力來源的時候，我們可能也在無意中削弱了他們未來面對真實世界挑戰時最重要的武器，也就是韌性。好，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台灣的高教危機跟人口懸崖，它的根源其實來自於30年前一個充滿善意卻犯下了時空錯置這個致命錯誤的決策。這個案例血淋淋地提醒我們，任何重大的公共政策都不能只憑當下的感受，而必須要把時間軸拉長，勇敢地去直視數據背後告訴我們的未來。那麼看見了過去的錯誤之後，下一個問題就是，現在站在2024年的我們，又正在犯下什麼樣的時空錯置，準備為2054年的台灣埋下另一顆災難的種子呢？這個問題就留給熒幕前的每一位觀眾一起來思考。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